潮湿的雾气像一张浸透的灰布，严严实实地裹住了黑木渡。岸边的老槐树歪歪扭扭，枝桠间垂落的藤条在风中摇晃，仿佛无数垂落的手臂。林月站在渡口，脚下的木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河水泛着暗绿色，时不时翻涌起巨大的水泡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孤独声。3天前，镇上传来噩耗，渔夫陈阿四在乌莽河捕鱼时离奇失踪，只在岸边留下半块沾满淤泥的船桨。当村民们壮着胆子下河打捞时，只捞上来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。那尸体浑身布满青紫的抓痕，喉咙被生生撕裂，模样惨不忍睹，仿佛是被某种巨大而凶猛的怪物袭击。更诡异的是，尸体的四肢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扭曲，手指和脚趾都向后弯折，就像传说中那可怕的水猴子。林月是陈阿四的外甥女，她从小在黑木渡长大，后来去了城里读书。得知舅舅的死讯，她立刻赶了回来。林月不相信舅舅是被什么水猴子害死的，在她看来，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她决定亲自调查，找出真相。姑娘，快走吧，这渡口邪乎得很。沙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林月转身，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艄公，他戴着破旧的斗笠，身上的蓑衣散发着浓重的霉味。老艄公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恐惧。这些年，在这乌莽河丢了性命的人还少吗？都说是水猴子作祟，你一个女娃，别瞎折腾了。林月礼貌地笑了笑，却没有离开的打算。老伯，我舅舅为人老实，平日里也没得罪过谁，怎么就突然遭此横祸？我不信这是意外，也不信什么水猴子。老艄公叹了口气，左右看了看，压低声音说：罢了罢了，姑娘你执意要查，就去问问镇上的李大夫吧。前些日子，他给一个下河捞鱼受伤的村民治伤，那村民嘴里一直念叨着看到了水猴子，说那东西浑身长毛，眼睛发红，力气大得很。说完，老艄公转身撑着船，缓缓向河中央划去，很快消失在浓雾中。林月朝着镇中心走去，街道上冷冷清清，偶尔有1、2个村民匆匆走过，见到他也只是低着头，神色慌张。路过一家杂货店时，他听见里面传来窃窃私语：听说了吗？陈阿四死得可惨了。可不是嘛，肯定是得罪了河神。那些水猴子就是河神的使者，专门惩罚冒犯河神的人。哎，也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。林月皱了皱眉头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杂货店老板看到他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眼神躲闪。姑娘，你要买些什么？老板，我想打听点事。我舅舅陈阿四的死，您知道些什么吗？林月直视着老板的眼睛。老板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结结巴巴地说：我能知道什么？不就是被水猴子害了吗？这事儿大家都知道。姑娘，你别问了，问多了对你没好处。林月还想说什么，老板却急忙转过身，不再理会他。无奈之下，林月只好离开杂货店，朝着李大夫的医馆走去。医馆里弥漫着浓浓的草药味，李大夫正在给一个病人抓药。看到林月进来，他微微一愣：你是陈阿四的外甥女？林月点了点头。李大夫，我听说您前些日子给一个看到水猴子的村民治伤，能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吗？李大夫叹了口气，放下手中的药勺。那村民叫王二，现在还在昏迷不醒。那天他下河捞鱼回来就浑身是伤，嘴里一直胡言乱语。我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，发现那些伤口很奇怪，不像是普通野兽造成的，倒像是被什么尖锐的爪子抓出来的。我能看看王二吗？林月急切地问。李大夫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带着林月来到后院的一间病房。王二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身上缠着厚厚的绷带。林月凑近一看，只见他手臂和腿部的伤口触目惊心，每一道伤口都深可见骨，边缘还泛着青紫。就在这时，王二突然剧烈地抽搐起来，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呓语。林月赶紧握住他的手，轻声安抚：王二叔，我是林月，陈阿四的外甥女。您醒醒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您看到的水猴子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二的眼睛猛地睁开，眼神空洞而恐惧。他死死地抓住林月的手腕，力气大得惊人。水猴子，黑木林，他们从水里爬出来了。还有那个戴着面具的人。话还没说完，王二便又陷入了昏迷。林月的心猛地一沉，戴着面具的人，这背后难道真的有人在操控一切？他谢过李大夫，离开医馆后，决定前往黑木林一探究竟。黑木林位于小镇的边缘，阴森恐怖，平日里几乎没有人敢靠近。据说那里常年弥漫着瘴气，树木高大茂密，遮天蔽日，进去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来的。林月握紧手中的手电筒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树林。脚下的落叶堆积得很厚，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四周静得可怕，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夜枭的啼叫，让人毛骨悚然。突然，林月的手电筒照到前方地上有一些奇怪的痕迹，像是拖拽重物留下的。他顺着痕迹往前走，没走多远，就看到一棵巨大的古树下散落着一些破旧的渔网和渔具，还有几滴已经干涸的血迹。林月蹲下身仔细查看，发现这些渔具上都有一些奇怪的抓痕，和舅舅以及王二身上的伤口十分相似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森的笑声从树林深处传来，忽远忽近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林月的头皮瞬间发麻，他强忍着恐惧，握紧手电筒，大声喊道：“谁？出来！”没有人回应，只有那阴森的笑声还在继续。林月感觉背后发凉，他慢慢转过身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就在他准备继续往前走时，突然感觉脚下一空，整个人掉进了一个陷阱里。等林月缓过神来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漆黑的洞穴中，四周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腥臭味。手电筒掉在一旁，光线昏暗。他摸索着站起来，却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，低头一看，吓得差点尖叫出声。那是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，身上同样布满了抓痕。林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他发现洞穴的墙壁上有一些火把，于是拿起一根，在石壁上摩擦，点燃了火把。借着火光，他看到洞穴里还有许多类似的尸体，有的已经白骨化，有的还残留着一些皮肉。这些尸体的姿势各异，但无一例外都呈现出挣扎的姿态，他们的脸上还保持着临死前的恐惧。更让林月震惊的是，他在洞穴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装置。那是一个用木头和铁链制成的巨大陷阱，旁边还有一些锋利的钩子和刀具。这些装置看起来十分专业，不像是普通人能够制作出来的。林月正仔细观察着，突然听到洞穴上方传来脚步声，他赶紧熄灭了火把，躲在一具尸体后面。只见几个人影举着火把走了下来，他们都戴着面具，看不清面容。这几天外面风声紧，那些村民都在传水猴子的事，我们要不要先停一停？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。怕什么？那些愚昧的村民只会把一切都归咎于水猴子，只要我们小心点，别留下把柄就行。另一个声音恶狠狠地说，再说了，这河里的宝贝可不能就这么放弃了。哼，要不是为了那些宝贝，谁愿意在这鬼地方干这种勾当？林月的心猛地一沉，原来舅舅的死真的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故意为之。这些人到底在河里寻找什么宝贝？他们又为什么要伪装成水猴子杀人？就在这时，林月不小心碰倒了旁边的一具尸体，发出了声响。那些人立刻警觉起来，谁？出来！林月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，只好站了出来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杀人？我舅舅到底哪里得罪你们了？”那些人看到是林月，都愣了一下。其中一个戴着狼头面具的人冷笑一声，原来是陈阿四的外甥女，正好省得我们再去找你了。既然你都看到了，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。说完，他们举起手中的武器，朝着林月围了过来。林月退到洞穴的角落，心中绝望到了极点。就在这时，洞穴上方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，紧接着大量的河水从洞口涌了进来。那些人惊恐地大喊起来：“不好，是涨潮了，洞穴要被淹了！”
混乱中，林月趁机朝着洞口跑去。他奋力攀爬，终于在河水淹没洞穴之前爬了出来。等他回到镇上时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林月顾不上休息，立刻跑到警局报案。警察们起初并不相信林月的话，觉得他是在胡言乱语。但当林月带着他们来到黑木林的洞穴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那些尸体和奇怪的装置都证明了林月所说的都是事实。经过一番调查，警察们终于揭开了这个可怕的阴谋。原来，几年前有一伙盗墓贼在乌莽河底发现了一座古代墓穴，里面藏有大量的珍宝。为了独吞这些珍宝，他们伪装成水猴子，杀害了所有可能发现他们秘密的人。陈阿四就是因为在捕鱼时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踪迹，才惨遭毒手。而那个戴着面具的人，正是这伙盗墓贼的头目。他利用村民们对水猴子的恐惧，将一切罪行都推给水猴子，从而掩盖自己的罪行。最终，这伙盗墓贼都被绳之以法，黑木渡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但林月知道，有些伤痛永远无法抹去。每当他站在乌莽河边，看着那泛着暗绿色的河水，仿佛还能听到那些冤魂的哭泣声。他时常会想起舅舅，想起那些无辜死去的人。他明白，在这看似平静的小镇背后，或许还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而他也将永远铭记这段经历，警惕着人性中那些黑暗而可怕的东西。